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Meta 近期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收入达到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8%，广告收入达到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日均使用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或者其他 Meta 应用的人数已经达到36亿。但财报公布以后， Meta 股价明显下跌，原因不是广告业务变差，而是公司第二季度总成本增长55%，经营利润同比下降8%，自由现金流更是从去年同期的85亿美元下降到只有7.84亿美元。Meta 正在赚更多的钱，也在用更快的速度把钱投入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模型训练和新产品。这次电话会议里，扎克伯格没有把人工智能只描述成提高广告效率的工具。他认为 Meta 未来还可以出售个人智能代理、企业智能代理、模型接口、开发工具，甚至直接出售计算能力。Meta 正在从一家依靠广告赚钱的社交平台，逐渐变成一家同时经营广告、人工智能模型、企业软件和硬件设备的公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看最重要的广告业务。第二季度 Meta 广告收入达到59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28亿美元，广告展示次数增长14%，平均每个广告的价格增长12%。这两个数字同时上涨，说明 Meta 并不是单纯通过多塞一些广告推动收入，也不是只依靠提高价格。用户看到的广告更多，广告主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更高。对一个成熟的数字广告平台来说，这种增长并不常见。Meta 的应用每天已经覆盖36亿人，用户规模继续大幅增长的空间有限，公司仍然能够让广告收入增长接近30%，主要依靠人工智能推荐、更好的广告匹配以及更自动化的广告投放工具。过去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主要根据用户关注的人和账号分发内容，一个人关注朋友、明星或者品牌，平台就把这些内容放进信息流。短视频时代改变了这套逻辑。 TikTok 证明，用户不一定需要先关注创作者，平台只要足够了解兴趣，就可以不断推荐陌生内容。 Meta 过去几年投入大量资源重建推荐系统，到了2026年第二季度，这项工作已经进入更深的阶段。管理层表示， Instagram 上每一条公开的 Reels 和信息流帖子现在都会经过大型语言模型处理，系统不仅判断视频里出现什么，还会分析主题、语气和内容质量，再把这些信号用于推荐、广告和内容审核。大型语言模型过去主要被理解成聊天机器人，但 Meta 真正大规模赚钱的地方是把它用在推荐系统。传统推荐算法依赖点击、点赞和观看时间，大型语言模型可以理解内容本身，即使一条视频刚刚发布，还没有积累很多互动数据，系统也可以判断它可能适合哪一类用户，这让 Meta 可以更快发现新的优质内容。第二季度 Instagram 信息流里超过一半的推荐内容，发布时间不到1天，是1年前的2倍以上。过去新创作者很难获得曝光，因为系统缺少历史数据。现在模型可以在内容发布时就判断主题和质量，更快把它推荐给可能感兴趣的人。 Meta 还推出了 Reels， 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推荐升级。新系统会使用更深的用户历史，同时提高模型推理速度。这次更新让 Instagram 绘画次数增加了15个基点，转发和观看时长也出现改善。15个基点看起来很小，但 Instagram 拥有超过20亿日活跃用户，只要每位用户每天多打开一次，或者多看几分钟，累计增加的广告库存就非常可观。管理层表示，第二季度 Instagram 全球使用时长保持2位数增长， Facebook 视频观看时长增长 9%， 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增长超过 10%。 人工智能也在提高广告转化。 Meta 的广告系统会同时分析用户看到的自然内容和广告互动，预测什么商品更可能让用户购买。第二季度，公司进一步升级了用户理解模型，并结合广告排序系统，让转化率明显改善。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里强调，900万家小企业已经使用 Meta
至少一种人工智能广告创作工具。广告主可以让系统自动生成图片、视频、文案和不同版本，再根据表现分配预算。对于大型品牌来说，这可以减少制作大量广告素材的成本。对于小企业来说，他们甚至不再需要专业营销团队，也能快速创建相对完整的广告活动。这也是 Meta 广告业务最难被替代的地方。人工智能公司可以生成更漂亮的图片，也可以写更好的广告文案，但 Meta 同时拥有用户注意力、兴趣数据、投放系统和交易结果。广告主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张图片，而是这张图片能不能带来购买。Meta 能够观察用户看了什么内容，点击什么广告，以及最后有没有完成转化。系统再把结果用于训练下一轮模型。广告越多，数据越丰富，模型越准确，广告主获得的回报越高。广告主回报越高，越愿意投入更多预算。这种闭环已经反映在第二季度数据里，收入增长 28%， 明显高于用户增长。日均用户只增长 3%， 收入却接近增长30%。Meta 正在从每一位用户身上创造更多价值。不过，广告收入增长并不代表 Meta 只需要继续优化现有业务。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中把公司的人工智能机会分成3个层次。最直接的一层是继续改善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和广告系统，这个方向已经产生真实收入，也是市场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第二层是个人智能代理。 Meta 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全天帮助用户完成任务的人工智能，它可以理解用户的目标，帮助管理健康、关系、财务和日常安排。扎克伯格认为，未来几十亿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个人智能代理，而 WhatsApp 和其他消息应用会成为重要入口。这个想法并不只是把 Meta AI 放进聊天窗口。 Meta 真正的优势是拥有用户长期的社交关系、兴趣、内容和沟通习惯。如果用户愿意授权，一个 Meta 智能代理可能知道他的朋友是谁，喜欢什么内容，经常关注什么产品，以及最近参与过什么活动。但这也带来非常明显的隐私问题。一个能够帮助用户管理健康和财务的智能代理，需要接触高度敏感的信息。Meta 过去在数据隐私和内容治理方面已经受到大量争议。用户是否愿意把更多个人生活交给 Meta， 是这项产品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为了降低这种担忧，公司第二季度在 WhatsApp 和 Meta AI 应用中推出隐私模式，用户可以进行连 Meta 也无法看到的私人对话。技术设计可以降低部分风险，但信任不会因为一个功能立刻恢复。个人智能代理的另一个问题是 Meta 缺少一部分工作和生产力数据。微软拥有 Office、Outlook 和企业软件， Google 拥有 Gmail、文档、日历和搜索。 Meta 最强的入口是社交和消息，它更了解用户喜欢什么，却不一定知道用户正在处理什么工作。所以 Meta 的个人智能代理可能更适合消费、社交、内容和生活建议，而不是企业内部复杂流程。公司能否把庞大的消费者分发优势转化成真正有用的智能代理，还需要观察。第三层机会是企业服务。 Meta Business Agents 已经在 WhatsApp 和 Messenger 全球上线，每周有超过100万家企业使用这些智能代理与客户沟通或者完成销售。公司也开始把它们推广到 Instagram， 这条业务和 Meta 现有广告体系非常接近。小企业先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投放广告，用户点击以后进入 WhatsApp。 过去商家需要人工回答产品、库存和配送问题，智能代理可以自动回复、推荐商品，甚至帮助完成购买。 Meta 的收费方式也可能延续广告业务的逻辑，公司不会只收软件订阅费，而是根据实际带来的销售结果收费。如果智能代理帮助企业完成更多订单， Meta 可以从交易价值中获得收入。这种模式比普通企业软件更符合 Meta 的优势。公司已经拥有数百万广告客户和数亿使用平台的小企业，不需要从零开始建立销售渠道。广告负责找到消费者，消息应用负责沟通，智能代理负责完成交易。 Meta 可以覆盖从获客到成交的整个过程。除了智能代理，公司还开始对外提供 MuseSpark 模型接口。 Meta AI 整合新模型以后，每天使用助手的人数增加 60%。 公司正在通过开发者平台和合作渠道
扩大模型分发，也计划推出编程和生产力工具。更意外的是， Meta 开始讨论直接销售计算能力。过去 Meta 购买芯片和建设数据中心，主要服务自己的推荐系统和模型训练。现在人工智能计算需求远高于市场供应。扎克伯格表示，公司已经收到不少购买计算能力的报价，而且报价明显高于 Meta 获得这些计算资源的成本。这意味着 Meta 有可能进入类似云计算的业务，它可以把暂时没有用于内部训练的计算能力出租给其他企业，也可以在计算能力之上提供模型接口、智能代理和开发工具。不过，扎克伯格也强调，直接出售计算能力的利润率可能低于出售建立在计算能力之上的智能服务。计算能力更像原材料、模型和智能代理才是高附加值产品。Meta 不会为了短期利润把所有算力都卖出去，这解释了公司为什么仍在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第二季度资本开支达到311亿美元，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公司预计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为1300亿至1450亿美元，即使按照区间低端计算，每个季度平均投入也超过300亿美元。Meta 还与 BlackRock 建立合作，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座1吉瓦的数据中心。管理层表示，当前基础设施计划不仅为了满足2026年和2027年的需求，也在为2028年以后继续扩张留下空间。这已经不是一次短期服务器采购，而是持续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Meta 需要土地、电力、数据中心、网络和大量芯片。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从2025年年底的1764亿美元上升到2026年6月底的2257亿美元，半年增加接近500亿美元。负债也在上升，长期债务从去年年底的587亿美元增加到837亿美元。第二季度 Meta 发行了接近250亿美元长期债务，同时没有进行股票回购。过去投资者喜欢 Meta， 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告业务现金流极强，公司可以一边投资一边回购大量股票。现在经营现金流仍然达到319亿美元，但购买固定资产和支付融资租赁本金合计超过31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只剩 7.84 亿美元。这并不代表 Meta 缺少现金，公司持有900多亿美元现金和有价证券，广告业务也依然能够产生大量经营现金流。问题是，资本开支增长已经吸收了几乎全部季度现金，市场需要判断这些投资究竟是在建设下一代收入平台，还是在参加一场无法停止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乐观的一面是， Meta 已经证明人工智能可以改善现有业务，推荐系统推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使用时长增长，广告模型提高转化，人工智能创作工具让更多小企业投放广告。这些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已经进入收入的效果。如果个人智能代理、企业智能代理、模型接口和计算服务中有1、2项形成规模， Meta 就可能拥有广告之外的新收入来源。人工智能眼镜也可能成为新的硬件入口。第二季度 Reality Labs 收入为 4.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眼镜增长。 Quest 头显销售则有所下降。 Meta 与伊氏路路讯 T 卡合作的眼镜已经成为增长较快的消费电子产品之一。公司还推出了自己的 Meta 眼镜产品线，并把新模型整合进设备。智能眼镜比元宇宙头显更接近普通消费者需求，用户可以拍照、听音乐、接电话，也可以通过语音让人工智能识别眼前的物体。眼镜全天佩戴，比手机更适合作为个人智能代理入口。但 Reality Labs 仍然亏损46亿美元。过去几个季度，这个业务每年亏损接近200亿美元，短期内没有明显收窄。 Meta 一边投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一边继续承担元宇宙和硬件亏损，对利润率形成双重压力。第二季度公司总成本增长 55%， 除了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还包括24亿美元法律费用以及5月裁员带来的 11.8 亿美元遣散费用。如果排除这些一次性项目，管理层表示经营利润仍然可以增长 9%， 这说明核心经营业务没有像表面利润那样恶化，广告增长仍然强劲，利润下降很大一部分来自特殊费用和主动投资。
但研发费用达到217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67%，股权激励费用也达到77亿美元。即使不考虑法律和裁员费用， Meta 的成本结构也已经明显抬高。公司在5月宣布裁减大约8000名员工，同时把更多资源转向人工智能。第二季度末，员工人数为75400多人，表面上只同比下降1%，因为被裁员工中的大部分要到第3季度才会从人数中移除。Meta 正在进行一种很特别的组织调整，它不是简单减少人员来提高利润，而是减少部分传统岗位，再把节省的资金投入芯片、数据中心和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公司从人力密集型研发转向资本和少数高端人才驱动的研发。这种转型可能提高长期效率，也可能让公司变得更加依赖少数模型和基础设施项目是否成功。平台本身还在增长， Threads 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5亿，成为增长最快的公开对话应用之一。公司第二季度完成 Threads 广告全球扩张，意味着这个平台正在从用户增长阶段进入商业化阶段。 WhatsApp 也在加速变现，应用家族的其他收入首次达到10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主要由 WhatsApp 付费消息和订阅推动。广告收入仍然占 Meta 绝大多数收入，但非广告业务开始出现更清晰的增长。 WhatsApp 的商业潜力一直很大，很多国家的消费者和商家已经习惯通过 WhatsApp 沟通，企业付费消息、商业智能代理和广告跳转可以逐渐把这种沟通变成收入。 Meta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所有新产品都可以利用现有推荐系统快速分发。 Threads 不需要像普通创业公司一样花费数年购买用户， Meta 可以通过 Instagram 账号体系和推荐系统迅速把内容推给可能感兴趣的人。这种分发能力也是公司敢于频繁推出新应用的重要原因。扎克伯格提到，公司近期推出了新的群组和市场应用，并预计人工智能会让开发团队更快发布产品。 Meta 不一定需要每个新产品都成功，只要其中一个找到需求，就可以依靠数十亿用户快速放大。从估值角度看，第二季度财报让 Meta 出现一个新的矛盾，收入增长接近30%，广告业务明显强于大多数大型互联网平台。如果只看收入和核心广告能力， Meta 仍然是一家质量很高的公司，但投资者已经不能只用广告平台的思路给它估值。资本开支、折旧、债务和股权激励都在快速上升，自由现金流短期失去过去的稳定性，回购也被暂停。未来判断 Meta 最重要的指标不再只是广告收入增长，还要看资本开支什么时候见顶，数据中心利用率能否提高，人工智能投入能否带来新的收入，以及 Reality Labs 的亏损是否继续扩大。管理层预计第三季度收入为610亿至640亿美元，这个区间仍然代表较快增长，但低于市场原本更乐观的预期。公司还把全年费用预测提高到1650亿至1690亿美元。Meta 表示，2026年经营利润仍将高于2025年，也就是说，尽管成本和资本开支大幅增加，广告业务的增长仍然足以支撑全年利润。不过，市场担心的重点已经从2026年转向2027年和以后。公司没有提供2027年资本开支预测，只表示基础设施规划仍然非常动态，并且会继续为2028年以后的计算需求做准备。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 Meta 的高投入可能不会在今年结束。我的看法是，这份财报同时证明了2件事：人工智能正在让 Meta 现有业务变得更强，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推荐改善，广告转化提高，小企业更容易制作广告， Threads 和 WhatsApp 也开始增加商业化。与很多只讲未来收入的人工智能投资不同， Meta 已经能够从人工智能中获得可观察的回报，但 Meta 也在主动改变自己的财务模型。过去它是高利润、轻资产，能够大量回购股票的广告平台，现在它正在建设数据中心，购买芯片，发行债务，并进入模型、企业软件和硬件设备，收入机会变得更多，资本回报也变得更难预测。这并不一定是坏事。Google、微软和亚马逊都证明大规模基础设施可以形成长期护城河。
Meta 拥有36亿日活跃用户，可以把人工智能直接分发到消费者和企业，拥有很多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入口。但如果个人智能代理没有形成用户习惯，企业服务无法建立销售能力，模型逐渐商品化， Meta 就可能投入大量资金，却只能继续依靠广告回收成本。第二季度财报已经证明， Meta 的广告机器没有变弱，反而越来越高效。真正需要等待的是公司能不能把这台广告机器产生的现金转化成下一台同样强大的人工智能收入机器。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